每天都有大事发生，各大媒体对同一事件的报道总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的角度。怎么迅速而不遗漏获得他们中的要点呢？今日六度团队根据权威媒体、智库和官方机构提供的信息，对此做出专业整理、分析、比较，让大家对重大事件了解更深入，掌握更完整。我们会不断升级今日六度的智能与专业性，欢迎大家收看。马克龙表示，欧盟必须走自己的路，避免卷入台湾问题。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 （Emmanuel Macron） 强调了欧洲团结的重要性，以对抗中国和美国将其作为其棋子的企图。在接受法国经济出版物《Les Echos》采访时，他说，欧洲必须按照自己的节奏运作，而不是成为任何一个大国的附庸。他说，中国关注的是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对抗，并将欧洲视为这场冲突中的棋子。他强调，欧洲必须确立自己的利益。这次采访发表时，中国在台湾附近举行了大型海军演习，北京认为台湾是一个省。据中国国防军称，台湾总统与美国议长保罗·李安的非正式会晤被认为促成了联合舰演习。中国金融业因反腐运动的扩大而动摇。金融时报，自2月以来，中国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CCDI 和主席习近平的反腐败打击行动已导致10几名金融高管受到处罚或调查。监管清理还针对与租赁和风险基金有联系的金融家，一些银行已宣布裁员加薪和减少奖金。在改革将其工资等级降低到公务员之后，预计金融监管机构也将获得较低的工资。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中国政治经济学教授史维克 Victor Shi 表示，习近平对金融业不信任。华兴资本创始人鲍帆自2月以来一直失踪，中国银行前董事长刘连歌也受到调查。中纪委扩大了其范围，从2012年最初审查中国1亿人的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到调查国有和私营企业。香港大学中国腐败问题专家朱江南表示，新领导层真正看到了金融部门腐败破坏稳定的风险存在严重问题，并补充说，党的中心人们担心这一部门的腐败形式多种多样，涉及不同级别的干部以及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可能会危及国家的金融安全。顶级数学家说，中国必须让科学家从大处助眼，从长远角度思考。南华早报，去年离开美国前往中国任职的数学家邱成桐警告说，为了留住顶尖人才，中国需要采取更公平的研究人员奖励方法。在上海复旦大学的一次演讲中，邱成桐表示，中国必须重视前沿和实质性的研究，以激励研究人员解决重大的、长期存在的科学问题，并宣导更加开放和公平的评估体系。这位数学家还表示，目前国家颁发学术奖项、荣誉和晋升的专家往往相对较老，并不总是对各自领域的最新发展有最新的了解。他说，为了茁壮成长，科学必须鼓励年轻人设定明确的目标，进行突破性研究，成为世界级学者，而不是追求院士甚至诺贝尔奖获得者等头衔。1982年获得菲尔兹奖并于2022年从哈佛大学退休的邱腾华承认，虽然一些中国大学确实收到了来自中国以外的反馈，但这些专家的意见往往仅限于出生在中国的人。然而，他说，这种方法不够全面。邱成桐警告说，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在未来今年可能会失去顶尖人才，也无法提供一个学术环境来支持来中国工作的顶级海外科学家的研究愿望。这位科学家发表上述评论之际，中国和美国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竞争加剧，尽管北京一再抗议该国的高科技制裁。中国交易所将迎来自2021年以来最繁忙的 IPO 首秀日。南华早报，
周一，中国股市迎来了16个月来首次公开募股 IPO 最繁忙的一天。随着首批主机板上市在注册制机制下获得批准，10家公司开始交易。这10家公司总共筹集了31亿美元。在中国于2月决定通过新的审查系统审查所有 IPO 之后，他们是第一家上市的公司。该系统根据披露的信息品质而不是增长前景来权衡申请。为了提高资源分配的效率，基于注册的系统还将通过简化审批流程和扩大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来减少政府的直接干预。此前 IPO 价格的行政上限以及初始交易的较小交易区间已经到位，以确保在上市的头几天没有股票下跌。其中9家公司以超过23倍的市盈率出售其股票，这是证券监管机构此前设定的上限。此外，新的 IPO 规则规定，这10家公司和其他未来主机板上市可以在前5天不受交易所对每日波动施加任何限制的情况下进行交易，之后将设置 10% 的每日交易区间。市场情绪仍然乐观，认为中国上市。4月份，沪深交易所转手股票的总价值每天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上证综指自10月低点以来上涨了 15%。中国对台湾目标进行类比精确打击。CNN 在台湾总统蔡英文最近访问美国之后，中国在台湾进行了最新的军事演习，其中包括对目标的精确打击。据台湾国防部称，周日在台湾海峡上空发现了58架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机，其中31架越过中线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并探测到9艘海军舰艇。这些演习被命名为联合利剑军事演习，于11月17日启动。此前香港发生了数月的抗议活动以及华盛顿对台湾的支援。演习将于11月18日结束。中国一再警告台湾这个儒林共产党，反对外部支援和勾结，声称自治民主是自己的领土。中美争夺非洲影响力转向绿色关键矿产。南华早报，在美国的支援下，坦尚尼亚正在寻求在为电动汽车 EV 提供动力所需的矿物供应迅速增长方面取得进展。据报道，卡班加矿拥有4400万吨钴、铜和镍。开发电动汽车电池原材料的 Lifezone Metals 去年购买了该专案。随着华盛顿寻求减少对中国进口的依赖，它说明 Lifezone 与 TechMet 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建立一个镍加工厂。该设施将是非洲首个此类设施，计划到2026年提供电池级镍。与 Lifezone Metals 的协定遵循美国与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尚比亚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这旨在说明两人建立电动汽车电池的供应链。中国企业在这两个国家进行了大量投资，两国的钴产量约占全球的 70%。然而，华盛顿试图鼓励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费利克斯·齐瑟克迪修改与中国公司签订的合同。中国和美国之间竞相开采尽可能多的矿物，是各国争先恐后的获得对能源转型至关重要的材料，尤其是电动汽车电池中使用的材料的更广泛趋势的一部分。随着绿色能源需求的加速，对这些材料的需求预计将飙升。总部位于纽约的大宗商品顾问公司 House Mountain Partners 总裁克里斯·贝里 Chris Bear 表示，对这些关键矿产的控制涉及许多地缘政治问题，在可预见的未来，供应链仍将依赖于中国的影响力。受美国国债波动创伤的交易员考虑中国债券。彭博社，随着美国国债表现出更大的波动性，中国债券市场提供了相对的稳定性，一直在努力应对低收益率，这可能会阻止投资者。甚至当地数据也表明，外国投资者一直在减少对中国债务的风险敞口。分析师仍在等待官方数据，看看海外资金是否会在3月份的全球债券破裂后回归。尽管如此，这些条件为当地投资者提供了垫脚石。
中国的波动率处于2018年以来的最低水准。中国央行意识到了当前形势，因此热衷于通过确保长期流动性来支持国内经济。这个问题似乎没有明确的政策方向，这使得法国巴黎资产管理公司等一些评论员认为，投资者持有更多杠杆债券可能是理想的投资策略。中国科学家希望新的城市采矿技术能够夺金。南华早报，厦门大学和北京工业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复合材料，比现有工艺更有效地从液体溶液中去除金。根据发表在《科学进展》上的一篇论文，这一发展是由于人们越来越关注城市采矿对环境的影响，即从废弃电子产品中提取贵金属的过程。目前，城市采矿涉及使用进出剂提取黄金，但该过程效率低下并产生污染。新的复合材料包括捕获微小金颗粒的 But33 和吸引金属的对苯二胺 PPD。PPD 启动从捕获材料中去除金的过程。该材料可以多次重复使用，并且一些 PPD 元素可以通过用维生素 C 溶液洗涤复合材料来再生。经过15次回圈，保留了 99% 的去除效率。测试了河水和海水对复合材料吸收能力的可能阻碍。马士基退出基于区块链的物流，为中国留下了大门。南华早报，总部位于香港的全球航运业务网络 GSBN 在去年关闭 TradeLens 后，已成为航运业最大的区块链合作平台。该公司的目标是吸引更多的欧洲航运公司，并表示鉴于数位化的快速增长，转向电子文件系统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合乎逻辑的一步。其他公司也在物流行业内开发基于区块链的解决方案，然而在一个极其分散的行业中，很难就技术使用和标准达成共识。GSBN 的 Bertrand Chen 表示，该行业对数位化和摆脱纸质交易的必要性有清晰的理解，但可能需要10年时间才能完全采用区块链。虽然正在为电子数据交换单证制定标准，但由于托运人需要原始单证来运输货物，因此它仍然主要是纸面的。唯一的共识是围绕电子提单 EBL 的使用而发展。到目前为止，电子提单 EBL 一直是纸质的，但自 COVID-19 扰乱物流供应链以来，它越来越受到关注。GSBN 最近向巴西纸浆制造商 Eldorado 发布了第一个基于区块链的 EBL， 用于批量运输，并于3月底与沙特基础工业公司 SABIC、中远海运和济港口和 PSA International 签署了谅解备忘录，都同意在未来使用 EBL。 区块链在物流中的潜力仍然巨大，但由于该行业缺乏共识，采用区块链可能需要比预期更长的时间。泄露的美国情报报告怎么说？这是一个快速指南。纽约时报，美国情报档被发现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留下了关于谁泄露或骇客攻击他们以及这些物品的价值的问题。联邦调查局官员正在努力调查泄密或骇客攻击。目前尚不清楚是谁修改了这些报告，因此某些内容夸大了美国对乌克兰战争死亡人数的估计，同时低估了自2014年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军队的杀戮。有证据表明，这些档来自美国境内的泄密事件。这些披露为美国情报部门对俄罗斯安全和情报部门的了解程度提供了新的见解，这可能会破坏美国对乌克兰军事演习的理解，并揭示美国最了解哪些俄罗斯机构。材料的泄露可能会让莫斯科有机会切断其资讯来源并破坏乌克兰的战争努力。网络钓鱼诈骗被认为是最近备受瞩目的骇客事件的原因之一。如果内部人员是安全的薄弱环节，那么泄露也可以这样说。例如，对索尼的攻击被视为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电子邮件的温床，可能源于内部人士充当鼹鼠。像这样的泄露凸显了数据泄露过程中对纸质文档的滥用，以及为纸质文档实施粉碎策略的必要性。
还有人提议引入一项政策，将有关美国部署的资讯限制在30天内，以挫败骇客参与长期规划的努力。美国军方明显习惯于列印文件阅读档，这可能部分解释了泄密是如何发生的。为了降低骇客进入查看人们屏幕的风险，并防止他们破解加密较弱的无线网络，五角大楼去年禁止在所有非机密系统中使用携带型储存设备，包括 USB 记忆棒。该禁令在美国军方引起了轰动，但它应该防止内部人员将档复制到便携式设备上或建立私人网络以获取资讯。比特币数位竞赛的现实成本。纽约时报。据纽约时报报道，大规模的比特币挖矿作业正在给美国的电网带来巨大压力，导致价格飙升和碳污染。34个已确定的矿山的用电量相当于150万至400万美国家庭。据报道，导致德克萨斯州的电费上涨 4.5%。虽然许多比特币业务建立在可再生能源丰富的地区，但需求超过供应，导致煤炭和天然气工厂满足了 85% 的需求。采矿业认为，它被不公平地挑出来发电，而不是行业本身应对排放负责。挖掘比特币需要参与者每秒执行数万亿次计算，由于系统的工作方式，它被视为一场能源军备竞赛。矿工提高赔率的唯一方法是增加计算能力，这需要越来越多的电力。尽管一些矿山有在紧急情况下停电的协定，但采矿对公司的诱惑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其他公司很乐意付钱让他们停止，实际上什么都不做就得到了报酬。例如，在德克萨斯州的一次性铝冶炼厂，使用足够电力为6500户家庭供电的计算机，只有在电网运营商担心系统即将发生故障时才被关闭。中国以前是比特币挖矿的全球领导者，但它以电力使用等原因驱逐了运营商。在此之后，美国接管了这一角色，许多营业单位和记者认为该行业由于可再生能源丰富而对环境友好。然而，庞大的美国行业的影响现在变得明显，矿山为每个人创造了成本，包括更高的电费和不断上升的碳污染，其中大部分是由那些与比特币无关的人承担的。谢谢大家收看今日6度中国版。更多及时的新闻，请看6度世界 3w.6do.world。